少年脚踏5条船，被4个女朋友追着狂亲，因为他的女朋友们误喝神奇药水已经变成了接吻僵尸，必须在1个小时内喝下解药，不然毒性就会扩散全身，就此人格丧失。于是一场激烈的追逐战就此展开。唯一清醒的女朋友就是始作俑者南里。2个人先将4个接吻僵尸关在了天台，准备赶紧去化学实验室准备解药。结果僵尸们战斗力太强，竟然比他们先一步挡在了前面。没办法，南里直接掏出一支撒到身上会让皮肤溃烂痛不欲生的药，但是炼太郎怎么可能眼睁睁看着女朋友痛不欲生？2人只好折返回去。因为在走廊上奔跑被教导主任拦住，南里手上的药水一不小心洒在了教导主任脸上，然而这药水竟然对他无用，因为主任脸上的粉底霜太厚了。南里大受打击，我做的药水居然被区区粉底霜给挡下了。2人趁教导主任发狂赶紧脱身，发现身后的接吻僵尸兵分2路。炼太郎推测他们应该是想在前面夹击，提出个南里分头行动。果然如他所料，接吻僵尸都朝他追过来了。首先发现他的就是小静，本来小静跑得慢最好甩开，结果小姑娘跑着跑着突然摔了。炼太郎立刻大喊着冲回来，抱着小静就冲向了医务室。里面的医生外出还没回来，炼太郎只好亲自给小静冰敷贴胶布，就被小静摁在床上就开始亲亲，根本没办法拒绝呀。香香软软的小姑娘骑在自己身上狂亲，炼太郎差点失去思考能力。突然想起来南里说的话，不行，要是不尽快让他们喝下解药，他们就要人格丧失了呀。无奈之下将小静挂在了衣架上。接吻僵尸小队痛失1名队员，冲出医务室的炼太郎又遇到了唐英和雨香里，这2人要体力有体力，要智力有智力。唐英化身射出机狂甩雨香里流星弹，炼太郎终究还是不敌，被2人双双压在身下，一人一口的狂亲。这次他无法像推开小静那样推开2人，没想到这2人变成了僵尸还不忘吵架。炼太郎灵机一动，亲自按头让2个女朋友他们俩打波。好家伙，我绿我自己是吧？更没想到的是，这俩还亲上瘾了，直接把亲亲男友炼太郎给抛弃了，因为他们想喝的是想和喜欢的人亲亲到受不了的药。虽然2人平时老吵架，但这也是他们喜欢对方的一种表现嘛。看到2人亲热到分不开的模样，炼太郎眼含热泪，自己的女朋友们也能这么相亲相爱，真是太好了呢。然后趁机赶去了化学实验室，一开门直奶在里面守株待兔呢，吓得赶紧躲进了门口的置物柜。直奶听见动静从教室里出来了，一直在门口徘徊。炼太郎根本找不到机会出去，只能寄希望于和自己分头行动的南里。一低头，南里就在他怀里啊！原来2个人的遭遇是一模一样的。直奶就算变成了基本僵尸，也还保持着原本的智力。察觉到南里是炼太郎的同伴，就跑来守株待兔了。不过2个人被困在一起的话，也不是没办法。南里提让炼太郎先跑出去吸引直奶的注意力，自己趁机跑进化学室。但炼太郎觉得这样也有风险，毕竟明明是他自己躲起来的，现在又擅自跑出置物柜，看起来太可疑了。以直奶的智商一定会察觉不对，到时候南里就会被发现了。一筹莫展的炼太郎越发急躁，看到南里也自责地哭了起来。其实之前他就因为太沉迷药物研究，给周围的人带来麻烦，到最后化学室的成员全都相继离开了。现在他又是这样。南里哭着给炼太郎道歉，甚至下定决心以后不再研究药水了。突然想起来自己总是随身带着1人份的药效抵消药水，掏出药水毫不犹豫地喝了下去。可爱的小萝莉竟然瞬间变成了性感大姐姐。2人又是在这种狭窄的空间，炼太郎的脸瞬间红了起来。南里可想着直奶不认识他这副模样，可以拿绳子趁机偷袭。果然出去之后，直奶完全不理他，南里就拿着绳子走到了他背后。没想到直奶突然回过头来，吓得南里连忙开口解释，南里只是普通的路人而已啦，直接暴露自己就是南里的事情，被直奶进行了捆绑 play。不得不说，炼太郎的女朋友们玩的是真大呀，现在最后的希望也没有了。炼太郎看着地上破碎的1把药水，决定赌一把，冲出去将直奶从南里身边引开，眼看就要被追上，只好先进了一间教室，把门反锁。但是僵尸化的直奶实在是太疯狂了，竟然拽着门锁直接扯了下来，然后透过门洞看炼太郎。炼太郎被吓得惨叫一声，火速逃跑。可直奶已经走了进来，他逃无可逃，被女朋友捧着脸狂揪，揪到天荒地老，差点揪到喘不过气。终于直奶松开了炼太郎，趁这个机会，南里立即把药水试管塞进他嘴里，再醒过来就能恢复正常了。原来直奶走后没多久，南里身上的药水失效，身体随着缩小，让绳子松开了。南里就趁此机会回化学室做好了药水，给其他人也都喝了下去。变僵尸期间，唐英和雨香里2个冤家抱着狂亲的事情，也被当事人双方默契的当作没发生。炼太郎看得欣慰无比，经过这件事，他们的感情变得更好了，是真好啊。而南里也哭着跟大家诚挚道歉，不过大家也没有责怪他，毕竟南里也做了恢复药水，补救了自己的错误。
炼太郎也保证以后无论南里的药水引发多大的问题，自己都和他一起想办法解决，所以希望南里不要放弃他最喜欢的药水开发。他真的很喜欢专注于自己喜欢事情时闪闪发光的南里学姐，就是因为炼太郎如此的温柔善解人意，他的女朋友们才会一个个的爱着他，爱得死去活来呀。南里也忍不住扑上去给了他一个亲亲，不管是药物研究还是炼太郎，他都超喜欢的。周末炼太郎带着女朋友一起去花园约会，这时广播里通知本月的抛捧花活动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这也是这个公园的特色活动。接到捧花的人可以树上装饰着公园花朵的新娘婚纱，和恋人一起拍纪念照片。听到这个，大家可就不困了，准备使出浑身解数接到捧花。于香里更是志在必得，因为这可是他从小的梦想，今天无论如何他也要实现这个梦想。可是参加活动的人实在是太多了，甚至还有一对暴走族，他们老大也想和自己的小男友拍婚纱照。不过没关系，炼太郎他们这里也有6个人呢，大家先一致对外，想到之后再抽签决定由谁和炼太郎拍照。小金因为个子比较小，在场外加油，南丽则变成了大姐姐模样和他们一起参加。主持人宣布抛捧花活动即将开始，没想到抛的人竟然是他们的教导主任。教导主任以最标准的铅球姿势将捧花扔了出去，参赛者立刻追着跑，结果暴走族们趁机干扰其他参赛者，唐英他们差点没不及，于是唐英登场气场全开，跟暴走族老大对抗。只见暴走族小妹用手中的旗子卷起了龙卷风，将捧花吹到了老大那边。炼太郎他们立刻追上，突然看见天上好像飞了只鸟，等等，不是鸟，是小静啊！小萝莉竟然被风给吹跑了，好在手里的横幅可以勉强当个降落伞，让小静继续飘着，但捧花居然飘到了她面前，这可是抓住胜利唯一的机会。小静毫不犹豫松开横幅，抱住了捧花，身体也自然垂直落了下去。直男计算好降落地点，和另外2人围起来想接住她，结果3人一个比一个大，丰满的欧派又把小静给弹飞了。有了这股弹力做缓冲，炼太郎安全接住小静，用自己的身体给她当垫子。小静死里逃生，当场的救命恩人炼太郎求婚，而唐英竟然跟暴走族老大产生了莫名其妙的友情，毕竟他刚刚没有出现在那里丢人，多亏了这个老大呀。最后自然是炼太郎 family 赢得胜利。于香里迫不及待地提出抽签来决定谁和炼太郎拍纪念照，还掏出了提前准备好的筷子，里面只有1根有红色记号。于香里故意在那根上面弄了很小的一个刻痕，如果自己先抽肯定会引起怀疑，他打算让直奶先抽，效率优先的直奶决定会抽离自己最近的那个，他将红签洗得离他最远。可他万万没想到，直奶对效率的追求远在他之上，竟然提出大家一起抽。更没想到的是，都这样了，于香里还能抽中，命中注定他今天和炼太郎一起拍照。但是南里躺在地上打滚，闹着要和炼太郎拍照。于香里突然觉得自己的需求好像也不是那么的必须满足，竟然主动将机会让给了南里。南里一开始很开心，不过最后还是拒绝了。炼太郎和于香里都是他最喜欢的人，看着自己最喜欢的2个人，他肯定也会很开心的。大家都这么好，于香里也不好意思独占炼太郎，就提议大家一起拍合照，当然婚纱还是由他来穿。于香里的梦想终于实现了，他也没有任何遗憾了，抱着捧花向炼太郎提出最后一个请求，请你和我分手吧。炼太郎人都傻了，怎么好好的突然要分手啊？而且等他们换完衣服，于香里人都已经不见了。炼太郎说什么也要向于香里问个清楚。好在之前他给自己寄过性感写真，就顺着上面的地址找了过去，发现于香里家竟然是大豪宅，而于香里就在床边站着，看到炼太郎和自己打招呼，就示意他赶紧蹲下。炼太郎刚蹲下，就有个保安跑过来，于香里接通了阮太郎的电话，让他以后不要再来找自己了，他们不会再有以后了。因为他的妈妈知道了他们之间的混乱关系，自然不可能让女儿和这样一个海王渣男在一起，已经为于香里办好了转学手续，明天就准备搬家了。于香里的母亲是一个专制蛮横的暴君，她做出的决定不可能被改变。正说着，母亲就过来了，接过电话就告诉炼太郎，以后不要再出现在于香里面前了，我随时有办法除掉你。说完就直接把电话挂了。在门外大喊大叫的炼太郎很快被保安发现，于香里的母亲也用炼太郎的安全威胁女儿。于香里不得不下跪保证自己一定会乖乖听话，只求他不要对炼太郎不利。但是炼太郎是不可能放弃自己的女朋友的，就算现在的自己没有力量也没有权利，他和于香里之间的爱也不能被阻挡。所以他做出了一个决定，先将这件事告诉了另外4个女朋友，然后表示自己要去把于香里接回来，他们再一起离开这里，但是总有一天他们会一起回到大家身边的。没想到唐英毫不犹豫地决定和他一起，其他人也都如此，大家一起展开恋爱大逃亡。